朋友们好，今天给大家看看我正在过冬的多肉。今天先看几盆，眼前这个呢是紫樟，我是在今年的年初4月份左右购得的。另外的呢，这个是仙人类的一个多肉，旁边呢是花叶的玉树。它们两个呢其实都是我买的时间比较长的两种多肉，特别是左边这个仙人的多肉，它呢几年前买的时候状态就是这么好，但是中间出了点问题，差一点死掉，但是现在又活过来了。旁边这个呢，它是属于石莲科的一种多肉，叶子呢很漂亮，青青翠翠的。如果在天冷的时候，刚刚天冷的时候，深秋时节稍微放在户外虐一下呢，它的叶子边缘呢就是红色的。我呢其实11月就把它都放到室内了，10月底的时候吧，因为我看到夜间气温低于0度，我就觉得不要把它放在户外虐了。如果下雨或是下雪了，多肉呢很容易化水，那就移到室内了。移到室内有1个多月了，将近2个月。但是我从来没有给这一盆浇过水。它实际上呢现在长得像一棵老桩了，冒出来这么多新的小芽以后呢，又像花儿一样一朵一朵张开。原来的话呢，其实它是一颗烂心的，但是后来可以养得这么好。仙人类的这个呢，就是现在状态呢恢复了最初购买时的状态。而紫樟呢，是因为它长得非常蓬勃以后呢，我呢给它分盆，紫樟分盆分出来3大盆，原来就是1小盆，但是它们长得很快，经过一个夏天和秋天的季节，它们就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就分盆。现在呢状态也很好，和这些仙人的和玉树啊都不错。玉树呢其实差一点就因为雨水太多差一点就没了，但是我把底下烂掉的根去掉，随手插在这个仙人的这一棵旁边呢，它就长得非常不错。最令我满意的呢还就是这一棵石莲科的多肉，完全没有浇水，移到室内以后将近2个月，它的状态很好。我想是因为它是老桩吧，所以它的那个根茎里面水分很多，那我暂时呢也不会给它浇水。目前就是紫樟呢给它浇了一个透透的水，因为紫樟的叶子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分呢，它的叶子就不饱满。这个仙人类的这个呢，其实应该是最抗旱的，但是如果水分太少，我也试过，水分太少呢，它也会干瘪，包括这个玉树。所以这棵仙人类的多肉和这个玉树的小组合盆呢，我是浇过1次水，1个多月以后移到室内1个多月以后，完全没有浇水的呢，就是这个石莲科的多肉养得像老桩这样的。因为从现在的状态看，它还水分挺充足的，我呢就把它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了，并没有给它暴晒，因为我冬天的时候光照好的地方不多，所以我只能把它放在离窗户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很近的地方呢，都给那些要开花的
花花草草占用了，那它呢就只能是放在有一点点散射光的地方，但是它状态很好，不仅是这些原来长出来的小芽长大了，一朵一朵像花一样盛开这么美，而且呢美的颜色还很漂亮，青青翠翠的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多肉移到室内以后，也不能一概而论是应该浇水还是不浇水，还是要观察。刚刚移到室内，等1个月，看一下哪一些呢干缩了需要浇水，哪一些呢其实不浇水长得更好。另外呢，包括光照也不要给它过多的暴晒。就这样挺不错的，除非你发现它会徒长的多肉呢，就给它多晒一些太阳吧，比方说西晒的地方，因为像这个天气，即使是下午西晒也不会太厉害，所以不会晒伤它的。那么一直到明年的2、3月份都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好的，关于过冬的多肉呢，我今天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